我和发小孙涛合伙开了一家宠物寄养中心，我靠着10年的训犬手艺和问题犬矫正技术，1年时间为宠物店赚下120万，可孙涛却用5000块把我踢出局。你就是一个看狗的，5000块已经给你脸了。我没有争吵，拿着5000块转身离开。他以为训犬轻而易举，我却用一条狗让他彻底关门停业。孙涛，当初说好的你出钱我出技术，利润55分，这1年纯赚120万，我该拿60万。我捏着信封，指尖微微发抖。孙涛嗤笑一声，将燃到一半的烟狠狠摁在烟灰缸里，眼神轻蔑。凌晨，你别给脸不要脸，你就拿个破响片对着狗喊2句做握力，也敢吹有技术？呸！我猛地抬头，声音因为愤怒而发颤。孙涛，没有我，那些被10几家宠物店赶出来的猎犬能乖乖听话？那些主人哭着求着送过来的问题狗，你孙涛能搞定1只？孙涛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往后一靠，翘起2郎腿晃悠着。你那几个手势我早就摸得一清二楚了，离了你，我店照样开，钱照样赚。我浑身血液仿佛瞬间凝固。1年来，这里还是一个漏雨的破仓库，夏天蚊虫成群，冬天寒风刺骨。我每天凌晨5点准时起来喂狗铲屎、喂饭，30多只狗遛一遍，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半夜有狗生病，我冒着大雨带它去宠物医院，自己淋得重感冒发烧，还得硬撑着照顾其他狗。为了研究那些最难搞的问题狗，我被咬伤过7次。我亮出手臂上的深浅不一疤痕。孙涛，是我用半条命把这个连狗都不愿意多待的破仓库做成了全市口碑最好的宠物行为矫正中心。孙涛嗤笑一声，往地上啐了一口。少在这卖惨薄同情，不就是铲个屎喂个饭吗？这点破活谁干不了？要不是我租下这个仓库，你连个喂狗的地方都没有。我再说最后一遍，5000块，拿着钱赶紧滚蛋，别在这碍我的眼，耽误我开门做生意。孙涛，你会后悔的。后悔？我后悔没早点把你踢走。都看见了吧？以后谁要是敢跟我耍心眼儿，就是他这个下场。走出寄养中心的大门，刺眼的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边，兜里只有这5000块钱，连母亲这个月的化疗费都不够。就在我发愣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林老师，我家将军你还记得吧？就是那只咬过3个训犬师，但被你训得服服帖帖的藏獒。我靠在冰冷的路灯杆上，看着对面涛哥宠物寄养中心的霓虹灯牌，喉结滚动了一下。周哥，我不干了。啥？不干了？你那个寄养中心可是全市口碑最好的，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周建林的语气沉了下来。是不是孙涛那小子搞的鬼？我之前就听到他和别人说，你那点技术就是哄狗玩，他看2眼就会。我当时就骂了他一顿，没想到他真敢开了你。昨天晚上，我在店里给一只得了细小的金毛输液，守了它整整1夜，而孙涛却在外面跟朋友喝酒庆祝寄养中心赚了120万。他太不是东西了。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我把手里的信封攥得更紧了，语气有些哽咽。我不知道，我除了训狗，什么都不会。小林，你想不想单干？我愣了一下，心里的火苗噌的一下燃起，可随即又被现实的冷水浇灭。租场地要钱，买狗粮要钱，置办设备要钱。我现在兜里只有5000块钱，连自己都顾不住，拿什么单干？周建林语气斩钉截铁。我城郊有块废弃的农场，之前搞农家乐赔了，一直荒着，占地20亩。你要是不嫌弃，就去那儿干，租金不急着交。周哥，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林晨，你救过将军的命，这份恩情我周建林不会忘。去年小年，将军在小区咬了人，业主集体要求强制让将军安乐死。这只凶狗见人就咬，不能让它待在小区。这只藏獒天生烈性，根本训不好，留在小区早晚会出人命。周建林带着将军找到我。林老师，你救救将军吧。我将他留下，在仓库搭行军床，陪将军同吃同住1个月。他不让靠近，我就远远守着；他扑咬，我就躲开，绝不还手。第11天，他吃了我递的肉干；第30天，他把脑袋轻轻靠在了我膝盖上。3年前，工地塌发，我被埋预制板下，是将军挣断链子跑3公里，用爪子扒了3小时把我拉了出来，爪子都磨得露了骨头。要是没有将军，我早就死了；要是没有你，将军也早就没了。
周哥，谢谢你，我一定能干好，不会让你失望。好小子，明天你就去场地看看。缺什么尽管说。挂了电话，我揣好5000块钱走向医院，推开病房门，母亲苍白的脸上立刻露出喜悦。晨晨，你来啦。我刚帮她掖好被角，护士就拿着缴费单走了过来。凌晨，你母亲住院费已欠8600，明天5点前再不交，化疗就得停。我捏着单子，指节泛白。这时姨妈拎着一兜烂苹果走了进来，她神色轻蔑的上下打量我。哟，这不是训犬师吗？听说孙涛把你赶出店了。我当初就说学什么不好，偏学训狗。你那3脚猫功夫，连养活自己都不够。母亲脸色瞬间更白了，她枯瘦的手紧紧攥住我手腕，眼里蓄满泪水。晨晨，妈不治了，这病是无底洞，妈不想拖累你，咱们回家好不好？妈，你不用担心，我有钱给你治病。来医院前，周建林给我打了50万，当作新店入股。我用这笔钱先垫付了母亲的医药费。大姨看到后嘲讽道：“敢借高利贷，你真是不要命了！”我家的事不用你多嘴。妈，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第二天一早，我和周建林一起去了城郊的废弃农场。农场周围围着一圈锈迹斑斑的铁丝网，推开门，发出吱呀一声刺耳的响。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几间旧瓦房的墙皮掉了大半，窗户上蒙着厚厚的灰尘，看起来确实破败不堪。周建林带我四处转悠，这地方荒了挺久，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咱再找别的。周哥，这不是废弃农场，这简直就是块宝地。宝地？这破地方有什么好的？我快步走到院子中央，张开双臂转了一圈。孙涛的寄养中心新开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交通方便，招牌醒目，这也是当初能快速吸引客户的原因。可也正因为在闹市区，寸土寸金，地方被压缩到了极限。我眺望着绿地草坪，他那100多平米的空间塞了40多个狗笼，狗狗们除了吃饭睡觉，每天只能在狭窄的过道里溜10分钟，连跑跳都做不到。我当初不止一次跟孙涛提过，想把楼上的空置楼层租下来，打通后做个开放式活动区，让狗狗们能自由跑跳，互相社交。可他每次都嗤之以鼻。养狗哪有这么矫情？花冤枉钱搞场地，纯属脑子有病。他眼里只有利润，从来没真正在意过那些狗的感受。这里整整20亩地，一半是平整的黄土地，一半是天然的青草地，足够上百只狗撒欢奔跑。我沿着铁丝网走了一圈，心里已经有了完整的规划蓝图。我踩着平整的黄土地，眼神发亮。这块地结实，适合做训练区，下雨狗狗不容易陷脚。这边做成狗狗的自由活动区，撒上点小球、飞盘，让它们随便跑、随便玩。那2间废旧正房正好可以改造成办公室和隔离医疗室，旁边的偏房当狗舍。院子角落还有一口老井，旁边堆着几个旧石槽，洗干净就能当水盆和食槽。行，你规划好后，我立马找人施工。我的宠物王国来啦！我连着熬了3个通宵，把整片场地的布局细细敲定，图纸上落下最后一笔。窗外亮起破晓的晨光，淡金色的光线穿过杂草，落在画满标注的白纸上，画下的每一道线条都是我对未来的底气。周哥，开工！1小时后，周建林带着整支施工队进场，挖掘机轰鸣着清理荒地，工人架梯翻修旧屋，焊接犬舍框架的火花四溅，布设水电管线的身影在场地间穿梭。施工期间，我几乎住在场地里，时不时跟工人交代细节。每间犬舍的间距至少2平米，还要留出门廊，方便打扫也能挡雨。这片草地留着不硬化，天然草地软和，狗狗们打滚奔跑都不容易受伤。不过半个多月，一座集寄养、问题犬、行为矫正、宠物互动训练于一体的宠物乐园就此正式建成。周建林从车里拿出2份打印好的协议，递到我面前。我接过协议，逐字逐句看下去。协议写得清清楚楚，农场无偿给凌晨使用3年，3年后以盈利的10%作为年租金。周建林不参与任何经营管理，所有技术、客源、决策权全归凌晨。没有苛刻条款，没有利益算计，只有实打实的信任。周哥，谢谢你。我喉咙发紧。你有能力，缺的只是个机会，以后好好干，别辜负了这地方。我郑重地点了点头，捏着笔，指尖发颤地签下名字。上一次这样手抖，是孙涛甩给我5000块，把我踢出局的时候，而这一次是有人把重启人生的机会稳稳递到了我手里。我拿出手机，拍下乐园全景，编辑了一条朋友圈，并配文：新店启航，接全国问题犬矫正，高端寄养，欢迎各位铲屎官带毛孩子回家。朋友圈刚发出去，不到3分钟，点赞留言直接破百，
圈内的同行、过往老客户纷纷发来恭喜，这场地绝了，啥时候能预约？我家哈士奇就等林老师治呢。陈哥不是和涛哥一起开店吗？怎么忽然单干了？下面立马有人回复，还能为啥？被人踢出局了呗。发评论的人叫林虎，是孙涛的朋友。孙涛也在下面留言：林晨，你还敢用你那三脚猫功夫招摇撞骗？谁找你，谁就是冤大头。我淡淡扫了一眼，直接划走。周建林气得给我发消息，这孙涛太不是东西了。当初要不是你，他那破店能开起来？不行，我得在评论区骂回去，不能让他这么污蔑你。我按住他的手，摇了摇头。真金不怕火炼，没必要跟他逞一时之勇。人心好坏，本事高低，不是靠他一张嘴就能抹黑的。与其浪费精力跟他在网上逞口舌之争，不如沉下心，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业。可我没想到孙涛这么阴损。乐园开业数日，生意始终不温不火。我向几个老客户打听才知道，孙涛和他的那些朋友在全市几十个宠物交流群里散播谣言。林晨根本就没技术，之前就把客户的狗训得抑郁了。还有他那农场位置偏远，没人看管，狗丢了都找不到。你们都不知道，林晨虐待动物，克扣狗粮。一时间流言四起，不少原本预约好的客户纷纷取消订单，剩下的也都半信半疑，不敢贸然过来。周建林得知实情后，气得拉着将军就要去找孙涛算账，被我死死拦下。我席地而坐，慢悠悠给将军梳理毛发。真金不怕火炼，没必要跟他逞一时之勇。周建林还想再说些什么，忽然将军猛地起身，脖颈紧绷，冲着院门口疯狂嘶吼。他的吼声震耳欲聋，带着前所未有的戒备。我按住将军，抬眼望去，一辆黑色奔驰 G500扬起一阵尘土，稳稳停在乐园大门口。副驾车门推开，一位身着剪裁合体的西装、戴着墨镜的女人缓步下车。她踩着高跟鞋，径直走进院子，摘下墨镜，目光冷冷地落在我身上。你就是林晨。女人挥了挥手，身后两名壮汉立刻打开奔驰后备箱，一个焊满钢筋的加固铁笼赫然入目，笼壁布满深浅不一的抓痕牙印，狰狞吓人。笼中浮着一头庞然大物，阴影里只露一双忧虑的眼，喉咙滚出闷雷般的低吼，震得人耳膜发紧。周建林手里的牵绳啪嗒掉在地上，将军前爪趴着地面，浑身鬃毛根根炸起，喉咙里滚出低沉的警告低吼。这是他第一次对同类露出如此戒备的姿态。听说你会训犬？我叫苏婉，这只纯种高加索叫凯撒，是护卫犬后裔，但性情暴虐，业内没人敢训。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你这碰碰运气。你敢接吗？小林，高加索可是犬中之王，能轻松咬碎骨头。你看那笼子都被他咬成什么样了，这太危险了，咱还是别接了。我没回头，死死按住躁动的将军，目光沉静地锁定笼里黑影。我可以试试。苏婉眉梢微动，带着一丝意外。他朝壮汉们抬了抬下巴，把凯撒带过去。两名壮汉对视一眼，小心翼翼地攥住笼后的粗铁链，慢慢往训练区拉。凯撒却忽然暴怒，震耳欲聋的狂吠声瞬间传遍整个园区。园内寄养的狗狗们吓得纷纷缩在笼子里发抖。好不容易把铁笼挪到隔离训练区，壮汉解开笼门的卡扣，笼门刚掀开一道缝，一股混杂着腥气的凶风猛地扑了出来。高加索犬低吼着往前一冲，铁笼剧烈摇晃，两名壮汉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往安全区跑。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死死盯着那道半开的笼门，直到凯撒庞大的身影缓缓走出铁笼，周遭的人瞬间倒吸一口冷气。我操，这是狗！这一刻我才彻底看清他的全貌。肩高足有90公分，站起来比成年男人还高，浑身覆盖着厚密的黑灰色长毛。他的脑袋大，嘴吻宽而短，露出的獠牙泛着冷白的寒光，口水顺着尖牙往下滴。最骇人的是他的爪子比成年人的拳头还大，黑色的指甲又粗又长，深深嵌进草地里。刚才被他刨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道清晰的深沟。他站在那里，浑身散发着原始的野性和戾气，活脱脱一头刚从山林里跑出来的棕熊。场外围观的众人脸色凝重。我的天，从没见过这么凶的大狗，这已经不是大狗了，这是比藏獒还猛的巨型猛犬，看着都腿软。这人真能降服得住他。我穿上厚重的防咬防护服，拿着响片站在训练场中央，死死地注视着眼前的巨型猛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它要动了。下一秒，它猛地扑了过来，200斤的身躯砸向空气，带起的狂风掀得我头发乱飞。我根本来不及多想，身体先于大脑往旁边扑，后背擦着它的爪子过去，刺了一声，防护服外层竟被撕开一道掌口子。人群瞬间发出一阵惊呼，躲开了，差一点就撞上了。太险了，这狗的爆发力简直恐怖，看得我心脏受不了了。没等我站稳，它再次扑了过来，
我狼狈的躲闪，他每一次扑杀都精准狠辣，只要我慢半拍就会被他撕碎。围观的人全都屏住呼吸，死死盯着训练场里的猛犬。凯撒突然往后退了半步，我刚想抬手防御，他已经猛地弹射而起，巨大的黑影瞬间遮住了头顶的光线。我心里咯噔一声，凌晨，小心！凌晨，小心！周建林撕心裂肺的喊声炸响的瞬间，我猛地蹲身抱头，贴着地面从凯撒的腹下滚了过去。他巨大的爪子擦着我的后背砸在地上，凯撒扑空，一头撞在身后的铁网上，整个隔离区都跟着晃了晃。他暴怒地甩了甩脑袋，转身再次朝我扑来。我就地一滚躲开，顺势扯下腰间的牵引绳，死死盯着他的动作。刚才的生死瞬间让我彻底冷静下来。凌晨，实在不行就撤，别硬扛。周哥放心，我有分寸。我盯着他后脚蓄力待发的姿态，凯撒再次扑来，我没有躲闪，反而迎着他往前冲了一步。在他前爪离地的刹那，我猛地矮身，左手精准地按住他的后颈，右手将牵引绳飞快地绕上他的嘴吻，用力一勒，他吃痛疯狂地甩头想把我甩下去。200斤的力量带着我原地打转，我死死扣住他的后颈，另一只手不停按动响片，同时用低沉平稳的声音喊出指令：定，凯撒，定。凯撒挣扎得越来越凶，爪子在地上刨出深深的沟壑。我咬着牙坚持，手臂的肌肉绷得生疼，喉咙里的指令一刻也没停。20多分钟后，他的挣扎渐渐弱了下来，粗重的喘息声越来越沉，原本炸起的鬃毛慢慢平复，琥珀色的眼睛里杀意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困惑和顺从。围观人群鸦雀无声，刚才还此起彼伏的惊呼全都停了，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满脸难以置信。这是驯服了，太神了！刚才我都以为他要出事了。精彩，太精彩了！我慢慢松开勒着他嘴吻的手，缓缓站起身，后退一步。凯撒站在原地，晃了晃脑袋，没有再扑过来。他低头嗅了嗅地面，然后抬起头，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我伸出手，掌心朝上，轻声喊：“凯撒，过来。”凯撒犹豫了几秒，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走到我面前，然后他庞大的身躯缓缓趴下，把脑袋轻轻靠在了我的脚边。周围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周建林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捂着胸口大口喘气。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苏婉站在原地，墨镜滑到了鼻尖，却浑然不觉。这怎么可能？我找了那么多国际顶尖的训犬师，都没人能靠近他。我摸了摸凯撒的脑袋，笑了笑。他不是天生凶，他只是缺乏安全感。之前的训犬师都用打骂的方式对他，他才会越来越抗拒。苏婉快步走进训练区，看着趴在我脚边温顺的像只绵羊的凯撒，脸上满是难以置信。林老师，对不起，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是宠物国际的创始人，我们一直在找顶尖的训犬师，扩充高端训犬板块。今天亲眼看到您驯服凯撒，我确定您就是我要找的人。你有兴趣和我们合作吗？宠物国际是业内顶尖的高端宠物服务品牌，业务覆盖宠物行为矫正、赛事犬训练、跨国寄养，在全国有10几家分店。我接过名片，心里一动。可以，具体细节我们稍后谈。好，我等您电话。周围的掌声渐渐平息，但议论声却越来越响。刚才来看场地的几个客户立刻围了上来。林老师，我家的罗威散总攻击陌生人，现在能预约矫正吗？我之前听信谣言取消了订单，现在能重新排上号吗？在凯撒温顺趴下的那一刻，孙涛所有的造谣抹黑不攻自破。有人把我驯服凯撒的视频发到网上，视频一夜之间爆了，点赞破100万，转发几10万，直接冲上了本地热榜。这才是真本事。那些只会打狗的伪训犬师出来挨打。求地址，我家那只咬人的哈士奇终于有救了。接连几天，我的手机开始疯狂震动，微信好友申请、预约消息、同行的合作咨询源源不断。之前冷清的晨星宠物乐园一下子变得人声鼎沸。周建林又招了3个助理，雇了5个饲养员，还是天天连轴转。这天我正在带新助理练基础指令，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是孙涛。孙涛扯着嗓子对着电话气急败坏的吼：“林晨，你那套破指令到底怎么回事？我照着喊了几百遍，狗根本不听。”孙涛，当初是谁说我的本事看几眼就学会了？你连狗什么时候紧张、什么时候要攻击都看不出来，只会对着狗瞎喊。
他凭什么听你的？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孙涛听着忙音，气得把手机狠狠摔在地上，手机屏幕4分5裂。孙涛胸口剧烈起伏，一脚踹翻旁边的狗笼，铁笼哐当巨响，笼里的狗吓得尖声狂吠。林晨，你阴我！孙涛，我家狗送你家一直被你越训越凶，退钱！孙涛脸色一僵，强装镇定。那是他本性就坏，跟我没关系。放屁！女人把手机怼到他脸上，屏幕上正是我驯服凯撒的视频。林老师能把咬人的高加索训得像绵羊，你连个泰迪都搞不定，还敢自称金牌训犬师？今天不退钱我就报警！孙涛看着视频里温顺趴在我脚边的凯撒，脸涨成了猪肝色，脱口而出：林晨就是在作秀，全是剧本，那些客户都是他雇的托。女人嗤笑一声，一把抢过狗绳，拨打了报警电话。我看你才是骗子！执法员来了之后，当场调解，责令孙涛全额退款，又因他无证经营训犬业务开出整改罚单。孙涛捏着罚单，看着女人抱着泰迪，头也不回地走出店门，气得浑身发抖。他捡起手机往宠物群发抹黑我的消息，可手指刚点开聊天列表，却瞬间僵住。他被踢出了所有的宠物群聊，之前的老顾客全都把他拉黑。他死死攥紧手机，指节捏得咔咔作响，一字一句从牙缝里挤出来：林晨，你给我等着！夕阳西下，我揉着发酸的肩膀走在医院走廊，刚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大姨亲热的笑声。我推开门，愣了一下，母亲的病床边坐着大姨和大姨的儿子李伟。日里总是冷着脸的大姨，今天语气热络的像换了个人。妹子，咱家县晨晨现了全市有名的训犬大师了。我早就说过，晨晨这孩子打小就聪明，将来肯定能干大事儿。母亲脸上带着点不自在的笑，看见我进来，眼睛一亮：晨晨，你来了。大姨立刻放下手中的苹果，腾地站起来，亲热地拉着我的胳膊。哎呦，晨晨回来了，快坐快坐，看你累的脸都瘦了一圈。我不动声色地抽回手，把带来的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大姨脸上的笑半点没减，自顾自地把李伟拉到我身边。晨晨，我正和你妈说呢，你一个人管20亩的园子，肯定顾不过来。正好你表弟在家闲着，可以去帮忙，你让他当个店长就行，帮你管账管人，你专心训狗，多省心。闻言，李伟立刻挺起胸膛，斜着眼睛瞥了我一眼，语气带着几分傲慢：哥，我可是学管理的，管你这小店绰绰有余。母亲端水杯的手猛地一顿，神色为难道：姐，孩子的生意咱别插手。大姨脸上的笑瞬间僵住。妹子，小伟可是你亲外甥，让他帮林晨管店，不比那些外人强100倍。我打开保温桶的盖子，热气氤氲上来，语气平淡：店里有店长，不缺人。大姨和李伟的脸瞬间沉了下来。大姨猛地站起来：林晨，当初你妈生病，我还来看过你们呢，现在找你帮忙，你就推3阻4的。我将保温桶里汤汁倒出来，递给母亲，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大姨，当初你拎着烂苹果来骂我没出息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要我帮忙？大姨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刚才理直气壮的气焰一下子灭了，她嘴唇动了半天，含糊不清地说：我那不是随口说说吗？母亲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角，叹了口气：姐，小伟要是真想来干活，让他自己投简历面试，规矩对谁都一样。我拉开病房门，侧身让开位置。大姨，我妈要休息了。李伟猛地抬起头，眼神里闪过一丝怨毒：有几个臭钱就摆架子了，谁稀罕你帮？妈，咱们走。说完，他脸色铁青，拽着一脸难堪的大姨，气冲冲转身离开了病房。病房里终于安静下来，母亲接过我递的汤勺，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你现在事业刚起步，别为这些事分心。店里生意好，但也要注意身体。我知道，等这阵子忙完，我就请个护工，再带你去海边散散心。第二天，我回到晨星宠物乐园，凯撒和将军正在草坪上玩球，看见我进来，立刻摇着尾巴跑过来，用脑袋蹭我的手心。周建林叼着烟从办公室跑出来，脸上又气又笑，举着手机冲我喊：小林，你快来看，孙涛又闹笑话了。我擦了擦凯撒嘴角的口水，接过手机，屏幕上是孙涛刚发的视频，背景是他空荡荡的宠物店，他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通红，对着镜头歇斯底里的喊：林晨就是在作秀，那只高加索是他花2万块租的演员，提前训了半个月，客户是他雇的托，他所谓的独家训犬术就是打狗恶狗。视频刚发出来，评论区就混进了几个孙涛的小号带节奏。我就说不对劲，哪有人能驯服咬人的高加组？真
的是骗子啊，还好我没去。孙涛才是骗子，我家金毛送去他家矫正护食，回来不仅护食更严重，背上还有棍子抽的印子。我家边牧拆家送去他那儿训了半个月，花了8000块，回来把我沙发啃得只剩骨架，找他退钱，直接把我拉黑了。他家才是黑心店，我家柯基咬人，在他家训了1个月，回来我手都咬穿了，他还说是狗本性坏，跟他没关系。你们都是凌晨买的水军。到最后，孙涛的所有小号被人扒了出来，不少老客户也在评论区纷纷发出之前他在群里抹黑造谣我的截图。没过半小时，系统提示弹出，该账号因涉嫌造谣诽谤、侵害他人名誉，已被永久封禁。周建林笑得直拍大腿，活该！我看他以后还怎么在这行混。我刚要把手机还给他，屏幕顶部突然弹出一条特别关注提醒：宠物国际苏婉发布了新作品。周建林咦了一声：苏总，我关注他半年了，主页一直是空的，今天怎么发视频了？我点进去，视频没有滤镜，没有配乐。苏婉坐在他办公室的真皮沙发上，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头发一丝不苟。这是他3年来第一次在公共平台发视频。大家好，我是苏婉。我作为当事人，在此正式声明，凌晨驯服凯撒均为真实发生，不存在任何剧本和演员。凯撒是纯种高加索，曾被5家国际顶级训犬机构拒收。他抬手，屏幕上依次出现凯撒的血统证书、过往咬伤记录。任何造谣抹黑者，我苏婉必将追究其全部法律责任。评论区瞬间炸了，苏总居然发视频了，活久见！孙涛脸都被打肿了吧？人家宠物国际总裁亲自下场锤你，求林老师开直播，教教我们怎么正确训狗啊！正一不想再被孙涛这种骗子坑了。评论刷得飞快，全是求我开直播教学的。我看着屏幕，手指轻轻摩挲着凯撒的脑袋，他温顺地趴在我脚边，歪头看我。孙涛之所以能骗那么多人，就是因为太多人不懂正确的训犬方法，以为训狗就是靠打骂。如果我能把正确的理念教给更多人，不仅能让更多狗狗少受委屈，也能让那些像孙涛一样的骗子再也没有生存的空间。周哥，我想开直播。直播？好啊，现在直播这么火，你又有真本事，肯定能火。我拿出手机编辑了一条朋友圈，明晚7点，我免费直播教大家基础训犬方法，拒绝打骂，科学养宠。我站起身，弯腰捡起地上的飞盘，凯撒和将军立刻摇着尾巴站起来，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手里的飞盘。我抬手一扔，飞盘划过一道弧线，飞向草坪，2只大狗像箭一样冲了出去，夕阳洒在草地上，把狗狗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的犬舍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叫声，热闹又温暖。第2天晚上7点，我牵着一只刚矫正完护食的拉布拉多，对着镜头开启了第1场直播。大家好，我是林晨，今天教大家怎么看狗狗的警告信号，避免被咬伤。狗狗龇牙，耳朵向后贴，尾巴夹起来，不是在凶你，是在害怕。这时候别伸手去摸，慢慢后退就行。很多人被咬都是因为看不懂这些信号。接着我又教了怎么用响片训练狗狗坐下、握手，怎么纠正狗狗扑人的坏习惯，全程不打不骂，只用正向引导。直播间的人数从几十慢慢涨到几千，最后破了万。弹幕刷得飞快，原来如此，我家狗之前龇牙我还打它，难怪它越来越凶，太实用了。刚才试了一下，我家狗真的坐下了。林老师就是训犬之神。从那以后，我有空便会开直播和大家聊一些养狗知识和乐趣，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我的直播学会了怎么和狗狗相处。网友纷纷留言，林老师的方法真好用，我家大狗竟然真的不咬人了，终于懂了自家狗为什么总拆家，原来是精力没处发泄啊。家里哈士奇老拆家，本来打算送老家呢，看完直播后决定再给毛孩子一次机会。我的直播间成了铲屎官们的交流基地，每次开播都有10几万人在线观看。苏婉笑着说，你现在都成网红训犬师了，以前大家觉得训犬就是打狗，现在因为你，越来越多人认可科学训犬了。我看着身边跑来跑去的狗狗们，心里暖暖的。狗狗不是天生不听话，只是没人教他们怎么正确表达。孙涛的宠物寄养中心因为拖欠3个月房租，房东带着人把店里剩下的几个破狗笼和半袋过期狗粮全搬了出去，交不起房租开什么店，快点滚！孙涛抱着纸箱站在空荡荡的街边，对面商场大屏幕上是我和苏婉一起出席宠物国际战略合作发布会的画面。孙涛的指甲深深嵌进纸箱。凌晨被赶出店面的第3天，法院的传票也寄到了孙涛手上。之前被他打得背上全是棍印的金毛主人，拿着医院的诊断报告和监控录像，把他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医药费、精神损失费共计3万8。孙涛蜷缩在出租屋的硬板床上，刷着手机，屏幕里是我的直播间，几万条弹幕滚动着。我正牵着凯撒演示怎么纠正狗狗扑人的坏习惯，背景里是20亩绿油油的草坪，狗狗们在上面撒欢奔跑。评论区全是夸赞的话，林老师太厉害了，我家狗用你的方法3天就不扑人了。
晨星宠物乐园 YY 弟子，我家问题犬在那待了1个月，现在乖得不行。孙涛阴沉着脸，盯着屏幕里那些品种名贵的狗狗，嘴角忽然勾起一抹阴狠的笑。凌晨，我看你店里丢了狗，还怎么风光？凌晨2点，夜色浓得像墨，安静的宠物乐园忽然被一阵犬吠扰乱。月光下，3只哈士奇追着一道黑影，他们不是要咬人，是觉得大半夜居然有人来陪他们玩追逐游戏，太开心了。那个黑影一边跑一边喊：“救命啊！”犬社区的动静惊动了值班室里的员工，他披着外套，拎着强光手电筒冲了出来，光束唰地扫过混乱的现场，正好照在孙涛满是泥污的脸上。谁在那儿？员工大喝一声，抄起墙边的铁锹就冲了过来。来人啊，有人偷狗了！孙涛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往围墙边跑。员工赶紧冲上去，一手一个抓住2只哈士奇的项圈，又用脚勾住第3只的牵引绳，把3只闹得正欢的家伙死死拉住。别追了！3只哈士奇还不甘心，伸着脖子冲着孙涛的背影汪汪叫，尾巴摇得像小马达。员工把3只哈士奇牵回犬舍，挨个锁好门，然后打着手电筒仔细检查现场。最里面那间赛级边牧的犬舍门锁已经被撬得变了形，地上满是泥脚印，散落着被撕碎的黑布片，还有孙涛慌乱中落下的那把螺丝刀。员工脸色一变，立刻掏出手机：“林哥，不好了，刚才有人翻墙进来偷狗，不过被3只二哈赶跑了。”我赶到现场时，先去调监控，屏幕上清晰地拍下了孙涛撬锁，然后被3只哈士奇追得屁滚尿流的全过程。我看着监控里孙涛狼狈逃窜的背影，眼神沉了下来。原来孙涛今晚打算来我的犬舍偷狗，但恰好3只哈士奇发现，哈士奇咬开门桌，追在孙涛身后，打乱了孙涛的计划。第2天天一亮，我就找工人把乐园内所有死角全装上高清监控，连乐园外500米内的3个路口也各装了1台监控，盯着所有进出的小路。晚上我又安排2个人轮流巡逻，重点盯着犬舍区。周建林知道孙涛来偷狗后，一巴掌拍在桌上：“这小子真是个祸害！”我盯着摄像头，孙涛不会就这么算了的。这次偷狗不成，他下次一定会想出更阴损的招数。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孙涛一瘸一拐地逃回出租屋，脱下裤子一看，小腿上被哈士奇划了2道血口子，又疼又痒。他对着镜子看着自己满脸泥污，衣服破烂，想起刚才被3只狗追得满地爬的狼狈，气得一拳砸在墙上。凌晨，我跟你没完！他不死心，每天都戴着鸭舌帽在乐园外转悠，等着找机会下手。这天下午，孙涛躲在乐园外的树荫下，正啃着一块干硬的面包，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回头一看，一个年轻男人正脸色铁青，对着电话那头吼道：“妈，上次他那副嘴脸你没看见吗？宁愿给外人开8000工资，都不肯让我这个表弟当店长。什么叫我没本事？他不就是个训狗的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挂了电话，李伟把手机往兜里一塞，抬脚狠狠踹了一脚路边的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正好砸在乐园的铁门上。他盯着晨星宠物乐园的招牌，眼神里满是怨毒。孙涛眼睛一下子亮了，之前他见过几次李伟，也知道李伟是因为什么事恼火。他拍了拍身上的面包屑，掏出一根烟凑了过去：“兄弟，消消气，林晨那小子确实不是个东西。”李伟抬头看了他一眼，认出是孙涛，皱了皱眉往后退了一步，眼神里带着戒备：“孙涛，你想干什么？”孙涛笑了笑，把烟硬塞到他手里：“你想当店长，林晨不给你面子，不如我们联手搞垮他的乐园。”李伟夹着烟的手指顿了顿，他想起家里他妈天天念叨他没出息，心里的怨气一下子涌了上来。他咬了咬牙，抬头看向孙涛：“怎么搞？”孙涛嘴角勾起一抹阴狠的笑，他拉着李伟躲到树后，在李伟耳边耳语几句。李伟面上先是震惊，连连摇头，但孙涛拉着他，眼里迸发出兴奋的光：“只要他宠物乐园出事儿，他这个老板自然当不下去。到时候他的店黄了，我出钱盘下来，让你当店长。”李伟的眼睛亮了，他咬了咬牙：“好，我干。”2人凑在一起，低声商量着晚上的计划。他们不知道树上方的高清摄像头正对着他们，把他们的一举一动每一句话拍得清清楚楚。办公室里，我看着监控屏幕，眼神冷了下来。周建林气得一拍桌子：“这2个混蛋竟然还不死心！”我关掉监控，声音冰冷：“既然他们送上门，那就好好收拾他们。”当晚11点，孙涛按照计划拿着一块砖头砸在了乐园东边的垃圾桶上。“谁在那儿？”巡逻的员工立刻拿着手电筒冲了过去。孙涛转身就跑：“那有人快去看看！” 2个巡逻的人被孙涛引开，另一边躲在围墙根的李伟猫折腰溜进了狗粮间。没过10分钟，他又猫着身子从里面出来，给孙涛发了条微信：“搞定了。”孙涛收到消息，立刻甩掉巡逻的员工跑了回来。2人在巷子里汇合，孙涛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们就等着看凌晨身败名裂吧。”他们走后，我和周建林从监控室走了出来，把狗粮间贴上封贴。 把狗粮间贴上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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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狗粮间贴上封
任何人不准靠近。犬舍所有狗今晚全都被安全转移到了另一处活动场地。第二天下午2点，孙涛和李伟带着自媒体记者，还有一群冒充爱宠人士的狐朋狗友，浩浩荡荡地冲进了晨星宠物乐园。大家快来看啊！晨星宠物乐园用劣质狗粮喂狗，导致所有狗上吐下泻。李伟带头叫喊：凌晨丧尽天良，虐待动物，大家千万别再把狗送过来了。记者们举着摄像机一顿乱拍，可当他们冲进犬舍区的时候，全都愣住了。狗哪儿？犬舍里空空荡荡，别说狗了，连一根狗毛都没有。孙涛和李伟懵了，孙涛率先反应过来，立刻对着镜头大喊：他肯定是心虚，把生病的狗偷偷藏起来了。我推开监控室的门走了出来，手里只攥着一个保温杯，身后跟着周建林。原本对准空犬舍的摄像机瞬间齐刷刷转了过来。孙涛见我露面，气焰更盛，他一把推开挡在前面的记者，冲到我面前，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凌晨，你把狗藏哪儿去了？李伟也壮着胆子凑上来，大家信任你才把狗交给你，结果你竟然为了赚钱买毒狗粮喂狗。林先生，请问您真的用劣质狗粮喂狗吗？林先生，您宠物乐园的狗都跑哪里去了？我没有立刻反驳孙涛，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的表演，缓缓开口：孙涛，你怎么知道我的狗粮有问题？我看到了，你们乐园的狗早上吃了你发的狗粮后上吐下泻。没错，你肯定是怕被人发现，将狗转移了。他们俩一唱一和，把现场的气氛煽动得越来越热烈。不少不明真相的记者也开始指指点点。周建林气得脸都红了，攥着拳头就要冲上去，被我一把拉住。我摇了摇头，示意他别急。孙涛见我不说话，以为我理亏了，更加得意忘形，指着我：看吧，他就是心虚了。这时远处忽然传来了清晰的鸣笛声，孙涛和李伟眼底立马闪过一丝心虚。我看向远处驶来的车，勾起唇角，放下保温杯。孙涛，你说我喂毒狗粮，那我们当着大家的面把事情说清楚。2辆轿车稳稳停在乐园大门口，看着走上前的执法员，孙涛和李伟的身体同时猛地一僵，李伟的脸瞬间白了，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手紧紧攥着衣角，低声问孙涛：怎么回事？你报警了？孙涛摇了摇头，他也不知道情况，刚才嚣张的气焰灭了半截，但他很快反应过来，狠狠掐了自己一把，强装镇定地整理了一下皱巴巴的衣服，挤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指着我的方向：我要报案，这个叫林晨的用劣质狗粮喂狗，害死了几十条狗，我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快把他抓起来。是真的，我们亲眼看见的。执法员皱了皱眉，上下打量了孙涛一眼，又看了看旁边举着摄像机的记者们，他没有立刻回应孙涛的控诉，而是拿出对讲机说了2句，然后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孙涛、李伟，你们涉嫌故意毁坏财物、恶意诽谤、造谣、聚众敲诈勒索，我们接到报案，麻烦你们配合调查。李伟已经吓得瘫坐在地上，孙涛愣了一下，心里升起不安，但还是梗着脖子喊：不是我，林晨才是罪犯。执法员抬眼看向他，眼神锐利如刀：林先生早已向我们报案，并提交了你们犯罪的证据。孙涛和李伟的脸瞬间血色尽失，浑身发僵，踉跄着往后退了一大步。孙涛眼神慌乱，强撑着嘴硬：不可能，那院子里的狗去哪儿了？我神色淡然，抬手示意一旁的工作人员。下一秒，园区中央的超大电子屏瞬间亮起，屏幕上同步播放着郊外草坪的实时画面。几十只宠物犬正在开阔的草地上撒欢奔跑，嬉戏打闹，各位狗主人围坐在一旁，有的陪着自家狗狗玩耍，有的悠闲聊天，一派热闹温馨。现场所有人都看呆了，记者们连忙把镜头对准大屏。我缓缓开口，声音清晰沉稳：昨晚察觉到有人图谋不轨，我连夜联系所有狗主人，把全部狗狗转移到郊外专属场地，举办宠物亲子活动，所有狗主人都可以作证，没有一只狗狗出事。话音落下，我切换大屏画面，调出昨天下午孙涛和李伟在墙外密谋，深夜李伟翻墙溜进狗粮间的高清监控，画面一帧帧清晰无比，两人鬼鬼祟祟的举动，密谋的嘴脸全都暴露在众人眼前。围观路人、记者瞬间哗然。原来是贼，还抓贼啊！这个孙涛也太歹毒了，赶紧把他抓起来！孙涛看着大屏上的监控录像，双腿一软，再也装不下去，整个人僵在原地，面如死灰。李伟更是吓得浑身发抖，瘫坐在地上，头埋得不敢抬起来。2名执法员上前，当场给孙涛、李伟戴上手铐。孙涛还不甘心地挣扎嘶吼：我不服！
是林晨算计我。可任凭他怎么闹腾，都无济于事。李伟早已吓破了胆，哭哭啼啼的辩解：“我是被孙涛怂恿的，我一时糊涂。”执法员不再多言，直接押着两人上了轿车。周围记者蜂拥跟拍，闪光灯不停闪烁，把两人狼狈不堪的模样尽数记录下来。等轿车驶离园区，围观人群渐渐散去，周建林走到我身边，长舒一口气：“总算把这两个祸害收拾了。这下再也没人敢来捣乱了。”孙涛因投放违禁物质、恶意诽谤数罪并罚，锒铛入狱。李伟因一时糊涂断送前程，留下案底，学业与人生尽毁。姨妈也不敢登门纠缠，家中终于恢复清静。母亲的化疗顺利完成，身体日渐康复。我把母亲接回乐园附近的新家，推开窗就能看见20亩的青草地，听见狗狗们欢快的笑声。日子安稳、温暖、踏实，再也没有催废的窘迫，没有恶意的刁难，没有深夜的无助。晨星宠物乐园越做越大，我与苏婉的宠物国际达成深度合作，成为国际顶尖的问题犬矫正基地，订单遍布全球各地。闲暇时间，我依旧坚持免费直播，用10年沉淀的独家技术，教千万铲屎官科学养宠，读懂狗狗。夕阳洒在草坪上，狗狗们肆意奔跑。我站在乐园中央，望着晨星宠物乐园的招牌，心里无比平静。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伤，最终都变成了光照亮前路。